公元645年，玄奘大师回到了中国长安。太宗皇帝当时正在东都洛阳宫，于是命令留守在长安的大臣房玄龄率官员迎接。当玄奘大师沿漕河进入长安城时，朝廷和外地赶来的官员，以及无数的群众夹道欢迎，焚香散花，颂佛音声交织不断，连绵数十里路，盛况空前。在接受众人欢欣鼓舞迎接的队伍之中，却唯独不见玄奘大师一人。玄奘大师心性清净，不受一切恭敬礼遇。此时他独坐静室，正在思维如何让翻译经典的大业顺利开展。玄奘大师回到大唐之后，奉诏在洛阳宫来和唐太宗相见。太宗很欣赏玄奘大师的谈吐和智慧，他想要借重玄奘大师的长才来辅佐国事，因此极力要玄奘大师还俗。然而玄奘大师的志愿是在译经以及弘扬大乘佛法，要来弭平中国佛法文化中一直存在的纷争，而无意当官。因此他就委婉推辞了。那玄奘法师向太宗提出要求，希望能够到嵩山少林寺去翻译经论，但是唐太宗想把他留在身边，所以呢就指定长安的弘福寺为译经的场所，并且呢以国家之力来支持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。唐太宗心胸广大，志在天下，便请玄奘大师将西行的见闻记载下来，因而有了玄奘大师口述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流传后世。《大唐西域记》它记录了7世纪西域到印度总共142个国家的风土与人情，也记载了大量的印度的史料。对于里面所记载国家的地理方位、距离、文化等等描述精确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直至今天，有关于印度的考古仍然必须要以这一本书为蓝本。玄奘大师在弘福寺夜以继日开展翻译佛法经论的大业，分秒都不浪费。当他译完100卷的《瑜伽师地论》时，呈现给太宗。太宗细读后，发现这部论意旨非常深远，真是闻所未闻，止不住的赞叹。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所说的义理，如何能够与佛法争辉呀？玄奘大师奏请太宗为《瑜伽师地论》写序，于是太宗亲自书写了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，并下令置放于每部经论之首。此后，唐太宗对玄奘大师更加信任，两人常常在一起谈论法义。有一日，太宗问玄奘大师，如何才能够得到最大的解脱功德呢？度人出家为僧，因为法要由人来弘传，只有佛法能令众生萌发智慧，不再愚迷。
太宗于是下诏开放民众出家，要求全国每一个寺院度5个人，弘福寺可以度50人出家。当时剃度者共计18500多人，使得佛法更加兴盛了。唐太宗晚年的时候，常常下诏要玄奘法师来宫中陪他。玄奘大师也为了要替太宗开晓佛法的正理，所以呢，太宗因此就有了解脱法上面的一些正量。他对于生死不再犹豫跟彷徨。此外，太宗每到夏天时，都经常会去长安南郊的翠微宫去避暑休养，他也都会请玄奘大师陪同前往。在贞观23年，太宗最后一次到翠微宫，当时50岁的玄奘大师都经常陪在太宗的身旁，终日论法，有如兄弟一般。唐太宗往年曾经派遣使者礼请禅宗四祖道信法师入长安，但都遭到拒绝。最后一次只好作势威吓：道信法师如果不肯前来，就请他奉上项上人头。其实太宗已事先吩咐使者，绝对不可伤害法师，因为道信法师依旧不为所动。太宗只好作罢，下令赐予紫衣。玄奘大师很清楚，太宗一直想要政务民心。如今太宗护持佛法，大兴于世，功德十分广大。于是他在太宗审报之前，在确定密议不会外泄的情形下，就对太宗略施讥讽。因为太宗聪颖过人，又经常听闻玄奘大师宣说6世虚妄以及第8世的正理，因而在玄奘大师的讥讽下，亲证了第8世的所在。玄奘大师又加以摄受和护念，太宗因此能够务后不退。唐太宗舍报之时，头枕在玄奘大师的膝上，可见他对玄奘大师的轻浮与信任。太宗在死之前发下了护法的宏愿：愿我未来世继续以国王之身护持法10年，弘扬正法的无尽大愿，令如来妙法长生于中国。太宗驾崩之后，高宗嗣位。唐高宗还是太子之时，建立了大慈恩寺。完工后，礼请玄奘大师将义场移到大慈恩寺。高宗即位后，对父王所至心礼敬的玄奘大师，始终以父之辈恭敬礼遇。玄奘大师他一生都不改从往事带过来的喜欢帮助别人道业的习气，所以呢，只要有人能够努力的护持正法，又具备良好的心性，他就想要帮助对方证悟。然而皇后武则天安排了眼线在唐高宗的身边，使得玄奘大师没有办法对高宗施展讥讽。当武后代理朝政之后，知道了有明心之法，他就对玄奘大师暗示求悟，但是玄奘大师却都借此推脱。武后也不清楚玄奘大师是否真有明心，最后也只能作罢。不过武后不把大师视为反对他的政治势力，所以易经大业并没有受到影响。
后来武后登上大位多年之后，知道南方有禅宗六祖慧能法师，于是4度遣使去求取明心之法，然而到最后依旧没有得成。玄奘大师在大慈恩寺专心致志全力译经，并在寺院为大众开演新译的经论。各州的听学僧都会过来听课，也借此向玄奘大师请益。无论多么难懂的义理，一经玄奘大师开示后，都能豁然开朗，莫不欢喜。在玄奘大师西行取经之前，中国的佛法文化一直处在对第九世和真如的误解以及纷争之中，一直到玄奘大师译出了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并且阐释了佛法的真实理，才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真谛三藏法师，他不了解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每位众生都有8个世，所以呢，他擅自的在第8世上面增加了第9个世。可是佛陀教示弟子的典籍当中，第8世是万法出生的本源，就是如来藏，就是阿赖耶识，也就是未来佛地的无垢世。第8世是最终最究竟的心体，并没有第9世的存在。真谛法师主张有第9世无垢世，认为这是独立于第8世之外的心法。然而他所以为的第9无垢世，本体其实还是第8世如来藏，只是到成佛时，第8世心体所含藏的前7世种子都已经就近清净，而不再变异了，就改称为无垢世。玄奘大师举示了《瑜伽师地论》这部根本大论，证明佛陀所开演的义理，每一个人只有8个世，绝不会多于8个世。从此楷定了大乘佛法8世论的正理。玄奘法师其实在西行之前就已经明白了，第8世自体的种子是不受染熏的，是不变异的，所以成佛之性本来就是人人平等具足，而不是等到未来修行以后才能具有的。即使是一阐提断善根的人，也一样具有成佛之性，因此呢，是现在常。可是第8世之中，前7世的种子是可以被熏习的，因此有它的变异性，得要历经长劫的修行，成佛的时候才不再变异。此时佛性的大用，成所作智才能够现前，就是当来而长，未来才能够增长。这就是成佛之前佛性非长也非断的真理。一直存在于中国的佛性是当来才长，还是现在就长的争论，因为玄奘大师阐释了成佛的真实义理后，而予以弭平抵定了，同时也一并厘清了真谛三藏增设第9世与第8世分立的错误。由于先前中国翻译佛经的人因受限于学养和正量，难免误会经论而导致翻译上的错误。玄奘大师曾想禁止法师们演说之前就译有错误的经论，但因受到法冲法师以犀利又巧妙的言语反对，最后只得作罢。玄奘大师的弟子窥基后来在阐明念佛法门时，是用鸠摩罗什所译的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而不是用玄奘大师的译本。
由此可知，玄奘大师当初的本意，并不是要把旧义的经本全部都舍弃，而是希望不要再演述前人错译的经论，以免违背佛意，误导众生。玄奘大师认为中国学人应该要提升法义的论证和辩论的技巧，因此翻译了因明学的论著。因明学的因，其中一个意涵就是原因，它阐述了为什么是如此，让别人能够明白自己所提出的观点想法，这就是因明。佛法的论述一定要说明为何如此的因由，才能够让众生了解而接受。所以呢，他必须要使用到世间因明学的技巧，而这一点在印度佛教则是一个常态。对译经场的注意僧来说，因明学是比较新颖的法，于是便有注意僧对因明学做了注解。当时有位大臣叫吕才，他自认为见解过人，于是就随意造论来评论译场注意僧对因明学的注解，而造成风波不断。最后高宗就请吕才来和玄奘大师对谈。玄奘大师才不过寥寥数语，就破了吕才的论点，让吕才哑口无言。从此以后，朝中的大臣们都知道玄奘大师的修正以及智慧深不可测，因此再也无人敢随意对易经的事兴发议论。玄奘大师每天进入译场后，除非奉诏，否则不出，倾注全力译经。译场唯一真正的翻译者是玄奘大师，其他人都是注译。玄奘大师为了力求译文的准确，除了亲自口译，还帮助这群注译僧证悟明心。因为必须亲证如来藏升起般若慧后，才不至于误会经义而误译经论。玄奘大师他会观察这一些注译的僧众们有没有良好的心性，福德是否足够，证悟的因缘是不是已经成熟了，然后呢，点拨那一些有因缘的注译僧，让他们能够亲证第八世如来藏。这样一来，翻译的事业也才能加快，而且更加的正确。另一方面，玄奘大师也知道，在未来中国1000年的佛教文化道路上，他需要有更多实证的人跟他一起来承担护法的大业。所以玄奘一生度众可以说是不遗余力，努力的接引因缘成熟的人来实证第八世如来藏。在一场寺院中，每天晚上都有100多位与大善知识共住的弟子们，挤满了2侧的厢房，把握着难得的法缘，向玄奘大师请法。这些弟子们多生多劫修行也难以了解的法义，经由玄奘大师深入浅出的开演，于是豁然开朗。玄奘大师眼光远大，也悲悯其他国土的众生。当时有位日本僧人道昭渡海来到中国，跟玄奘大师学习佛法。玄奘大师观察道昭过去生度化了很多众生，有良好的心性。而且玄奘大师西行时，有一次断粮，道昭前身为沙门，给了他一个梨子吃，才有气力继续西行。玄奘大师想要传他明心之法，让他带回日本弘扬，便说：“我有禅宗之法，您可以承继此法，
而传于东瀛。道昭听了之后非常欢喜，就跟着修学。史料中所说道昭早得悟解，就是因为玄奘大师私下教导他禅法，为他点拨明心的密意，而让他开悟的。但道昭毕竟不是9节修学者，悟后仍然不免生疑。玄奘大师思及道昭还是不免只取表象，为了禅宗明心之法得以传承，于是便介绍他去参访当时以明心的慧满法师。道昭得到慧满法师的印可，并学习禅宗印心的重要经典《楞伽经》。道昭回国时，玄奘大师赐给他许多经论、佛像以及佛陀舍利，让他带回东瀛发扬佛法。在玄奘大师的年代，禅宗还未广传，义场又是在天子的脚下，而且后来武后更命令心腹借着润色之名来义场监看。这时如果随意揭露义场有明心证悟之法，后果难以预料。因此门下的证悟弟子都被付嘱，绝对不可泄露有明心之法。于是世间大多不知有此事。而道昭法师远在日本，自然没有这个顾虑。于是日本的史料中还留存着有关玄奘大师正量的记载。玄奘大师性喜极静，不乐喧嚣，曾分别向太宗和高宗2位皇帝表明，属意到嵩山少林寺专心译经，同时修持更高的禅定，但是都没有得到应允。这对皇帝父子都舍不得他离开身边。玄奘大师留在京城，继续译经的大业，将如何随顺众生的因缘讲经，传授规矩规范呢？又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完成了《成唯识论》这部巨论？又何以能支持后来南方兴起的禅宗，开启禅宗一花开5叶的局面呢？一心清净谢荣禄，不欲正事绝功名，胸怀大志入义场。19年开法藏，疑似百众齐问道，畅宣种智甚妙义，9世增见从此尽，佛性纷争自平息，点拨道昭化东瀛，小玉群贤真见道，登登无尽立宗门，照破千古大圣师。